因为八卦是由太极生两仪，两仪便是一阴一阳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因此八卦也就分阴阳。例如下雨的这个自然现象，地面的热气升腾，天空的冷气下降，两种状态汇合交融之后，雨水就降落下来了。有了雨水，植物才会茂盛，人畜才能丰衣足食。这种现象总结了阴阳的状态：阳顺、阴逆，牵一对二，离三，震四，顺者所为阳，坤八，艮七，坎六，巽五，逆者所为阴。人们生活中运用的食物、工具等等物质，无非就是金属、草木、土石、热火、水气五种状态。这便是所谓的五行。以前我的理解是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这一些是具体的自然事物，但是随着我的学习，发现了这5个名称它只是类象的名称。就如今年过年的时候买了一些木炭，黑黑的木炭点燃之后，没有像木头燃烧后有浓烟和大的火焰，但是还是很暖和的啊。木炭敲击的时候有金属的叮叮声，燃烧之后还有一小撮的灰烬，又和燃烧前的个头那是不能相比的。我想这便是所谓五行的深刻转化的过程吧。知道了木炭是怎样制作的，你就更容易理解了。用密闭的空间装上木头，用火焖烤出木头的水分和木质，从而转化成了炭质。买回来后再用火来点燃，产生了流动的热气和温暖，最后剩下了一撮轻飘的灰烬，再复归土壤里面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再生木，就这样相互转化交替，五行相克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五行的生克状态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构，其中任何一种五行它的能量高低不一，这个平衡的结构就会不稳定，问题就会出现。以上就是我对所谓五行的理解。那么乾卦和兑卦为什么会对应金这个五行呢？金属的物质坚硬，不容易变换，和乾卦代表的刚强有些类似，或者在有沼泽的地方更容易淘到金沙和发现金属的矿石吧。震卦、巽卦属木，应该是春天打雷，刮风之后草木开始生长发芽。坤卦、艮卦属土，和它们本来的属性就是一致的。大地是土，山石也是土。坎卦属水，沟壑低洼的地方就有河流水潭。离卦属火，木头点火中间要有缝隙，能通风通气。另外上学的时候学过，火焰最热的是外炎，内炎的温度要比外炎的温度低，正好离卦的中间也是空的。春天的时候草木生发，震巽这2个木就会比较旺盛。夏天炎热的时候离火就会旺盛。秋天凋零，果实丰收，树叶凋零，一片肃杀。千金对金就代表了这个时候。冬季寒冷，大雪纷飞，大地被白雪覆盖，就好像天地间只有雪花，河水结冰，整个世界就被凝固了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坎水是最旺盛的时候，而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大地上面发生的。所以捆土、艮土在4季的最后1个月都是旺盛的。而春天草木生发的时候，就会覆盖大地山川，根系也会进一步的生长，把土石抓得更牢固或者撑破。因此春天是坤土、艮土衰弱的时候，夏天炎热，草木茂盛，千金对金，这种肃杀气就会被克制。所以夏天就是金最衰弱的时候。秋风萧瑟，一片成熟的气象，用金属工具来收割草木果实，这个时候就是震木、巽木被克制的时候。冬天呢，一片寒冷，能取暖的火堆也是聊天地里烤火，一边热了啊，所以离火就衰弱了。一年4季只要有土，坎水就容易被阻挡克制，所以辰戌丑未月水就弱。理解八卦的阴阳五行和卦气的旺衰，只要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去观察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下一节我们来说一说中华古老的纪年法，干支纪年、10天干和12地支的组合，它们又被分成什么样的阴阳五行属性呢？